妇江若离叩见皇后娘娘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多亏你救了本宫一命，本宫今日召你来，就是要给你一个恩典。臣妇唯有一愿，求皇后娘娘恩准，赐臣妇与霍将军和离。你说什么？霍将军可是京都鼎鼎好的男儿，多少深闺女子求而不得，你竟然要与他和离？求娘娘恩准。娘娘有所不知，那霍将军偏宠一名女子，听说霍将军为了她成亲3年，连正妻的房门都不曾踏入过。这京中没有宴席，霍将军都把夫人晾在一边，伴他左右，让我们京中的第一贵女像个丫鬟一样，常常被人耻笑。混账！若离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是。既如此，那本宫就成全你。只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二人当初是圣上赐婚，和离一事还需双方点头才行。15日之内，若霍将军签了字，且无反悔之意，那本宫便昭告天下，你二人从此再无瓜葛。叩谢皇后娘娘。若离，你与霍将军成婚多年，你在他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？这15日，你也要仔细的想一想，切莫冲动后悔。娘娘放心，我江若离绝不后悔。3年，我终于可以摆脱这场糟烂的婚姻。3年前，霍长策求得的一句皇命难违，把我这京都第一贵女困死在他构建的婚姻泥潭当中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京都第一贵女江若离，才貌双绝，名动天下，特赐婚于大将军霍长策，钦此。霍将军心有所属，若离不愿破坏他人姻缘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此乃天家赐婚，岂能更改？况且这桩婚事可是霍将军亲自找陛下用军功求来的。江小姐，您听奴才一句劝吧，皇命难违啊。提到这桩婚事，是他用军功向皇上求的。我也曾幻想，或许他专宠顾清河只是传言，或许我们成亲后也能琴瑟和鸣，举案齐眉。但是，小姐，将军说今晚要陪顾姑娘赏月，让你先安歇。将军陪清河赏月，耽误了和江姐姐的洞房花烛。江姐姐知道了，怕是要怪罪将军了。他就是个摆设，你不必理会。要不是为了留在京中，不用去北境戍边，我也不会去的。北境苦寒，我怕你受不了。我长策，我以为这场婚姻最差也不过是相敬如宾，我却没想到你竟能欺我至此。姐姐回来了。长策果然说的没错，皇后娘娘果真赏赐了不少好东西。这是娘娘单独赏给我。姐姐可真是会说笑，皇后娘娘怎么会无缘无故赏赐你东西呢？定是赏给将军府，然后由你来代理。好
疼！你做了什么？是他先动的手。长策，姐姐要独占赏赐，我便劝说她几句，她就推我。江若离，你出身名门，又何必为这些身外之物苛待清河？我早就说过，将军府的一切，若是清河喜欢，便都是他的。霍将军，这些赏赐可不是给将军府的。夫人冒险救驾，险些丧命，这些珠宝都是皇后娘娘特赐给夫人的。你若是早说清缘由，清河他也不会误会。你的伤，姐姐，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看这些东西都太好看了，一时喜欢，所以才忍不住。你既然受了伤，那就好好在府里养着，这些东西穿戴不出去也是浪费。清河这么喜欢，不如你就让给他。又是这些年顾清河打着喜欢的名义，拿走了我多少东西，甚至是我王母的玉佩。这一次我不让。长策，清河当年为了救我，落下了病根，身子十分虚弱，你何必跟他较真？因为他柔弱，所以抢别人东西就理所应当了。你若是不愿，那你提个条件，我都应你。成亲3年，你霍将军铮铮铁骨，从不肯与我低头，如今竟然愿意为了顾清河与我谈条件。好啊，霍将军，你只要在这份文书上面签个字，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让给清河宫。想必又是家中什么事让我放权。也罢，这些年他打理府中钟馗也不容易。好啊。走。霍长策，还有事儿？今日签下这文书，你以后可会反悔？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便绝不会反悔。夫君，该休息了，我给你炖了鸡汤，补补身子。清河才是我此生唯一挚爱，我不管你是江家小姐，还是京都第一贵女，你既然嫁给了霍家，那就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个摆设便是了。霍长策，在这场婚姻里，我不是没有努力挣扎过，如今我想要跳出去，15日后，我终于可以自由了。只签了一份放权文书，他就高兴成这样。看来这些年我宠爱清河也确实冷落了他，以后还要多体贴他一些才是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全部都交出去吗？既然要走，这些账本和钥匙就不该留了。姐姐怎么来了？书房重点，也是你个狐妹子来的地方。姐姐可得管好你这个贱婢，这要是被长策知道，怕是要赶出将军府，发卖到青楼去。红袖是我的陪嫁，整个将军府除了我，没人有资格处置她，包括霍长策也不行。我是来归还府中钟馗的，以后府中大小事我就不管了。既然姐姐累了，那就由我来代劳吧。算了，给他吧，反正以后都是要给他的。
江若离，我是不会放过。你们几个快点儿！你们可听明白了？这些可都是清河姑娘要的东西，要是耽搁了，小心你们的皮！见过夫人，这是清河姑娘吩咐给您准备的午饭。这饭怎么是馊的？还有你们昨天送来的棉被都发霉了，炭火也是潮的。这才初春，你们是要冻死夫人吗？清河姑娘说了，账上没银子了，现在全府上下都在节衣缩食，夫人，您还是别矫情了。小姐，她就是故意欺负咱们。你去用我嫁妆银子买些吃食回来。您就这么忍了？再忍忍，15天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小姐，味道怎么样？辛苦你了。我放权给你，你就是这么管家的？清河病，偌大个将军府，连买人参的银子都凑不出来，合着我将军府上的钱，都进了你自己的口袋。将军明察，府上的一切事务，我们小姐已经转交给清河姑娘了，而且这一桌饭菜都是我们小姐用自己的嫁妆银子买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交账前的记录，账本交出去时，府中盈余3000两，钱去了哪里？将军，你该问清河宫，而不是我。我不过就是添置了一些首饰衣裳，不可能把钱都花光。姐姐交账时说银钱紧张，这些日子我在府中打点上上下下，劳心劳力，所以这才病倒。没想到姐姐却全推到我的身上。清河，你费心了。你持家无方，竟还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清河。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，你却为了他硬要装瞎看不见。霍长策，你对他顾清河真的是情深意重。将军明鉴，夫人这些年为这个家耗尽心血，发着高烧还去铺子里查账。将军部下物资紧缺，他顶着风雪分发物资，帮将军笼络人心。为了将军的人脉经营，应酬礼数都是苦心筹备。夫人对得起任何人。这些年他默默做了这么多吗？他为什么？他是爱上我了吗？哎呀，头好晕！清河，清河，清河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请大夫！明日，靖南王府寿宴，你准备一下，和我一起去。奇怪，小姐，这种宴会将军以前只叫清河姑娘一个人的，今天怎么把小姐您也叫上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来，将军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这霍将军还是第一次带霍夫人参加这样的宴席吧？带出来又如何？还不是被晾在一边。当家主母做成他这个样子，也真是够丢人的。下面请将军府献礼。这霍将军府准备礼物向来是最为妥帖，看来这次又要出尽风头了。江若离也够寒碜，靖南王什么身份？他准备的礼物居然是一件长袍，还好我让人换了贺礼。
这是谁准备的？这竟然是狐皮！谁不知道靖南王信佛，罪忌杀生，竟然准备这样的礼物，得罪王爷，那可是死罪啊！这是姐姐准备的，这是姐姐准备的。王爷，我深知您信佛忌杀生，我为您准备的是金丝长袍，这贺礼被人换了。数日前，我已经将管家权全数交给了清河姑娘。霍将军，你们家到底谁管家呀？是啊，这礼物到底是谁准备的？不是我，我不知道。场所是若离准备的，可能是下人拿错了。本将军代若离向王爷赔罪道歉。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就再也别来我靖王府。哼，之前就听说江小姐知书达理，乃京中贵女典范，没想到这么不识体统。如今她被靖南王赶出府，以后在这京都可是再难立足喽。我没有，别再闹了！让我替他背锅，现在说我在闹。清河体弱，你是主母，多担待一些又何妨？凭什么每次都让我担待？清河柔弱，你是主母，多担待她一些又何妨？今日之事我会补偿你的，今晚我去你房里陪你吃饭。不需要。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实在太害怕，所以才……没事，没人会怪你。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若离，长策，我好痛。小姐，你醒了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。再忍忍，很快就能离开了。离开？江若离，你要去哪？没什么，将军听错了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我只能救一个人。若离，你要体谅我，你不要动不动就赌气说要回娘家。这药每日外敷，伤口好得快一些。不必了。别人行，处理不好可是会留疤的。我嫁进来的时候，我父亲在院子里给我挖了一座温泉池，泡几日去腐生肌，不会留疤。清河他受了惊，说要每日用温泉调理，这几日你就和他换下住处吧。原来如此，这难得的关切，竟然是为了帮顾清河来抢我的东西，是不是他想要的？你什么都会给。若离啊，你放心，你的正妻之位，我是绝对不会动。你还是将军府的当家主母。这正妻你还是给他吧，但是这个温泉，我是绝对不会让。这可是我父亲留给我，我就是毁了，也绝不会让给他的。这里是将军府，一草一木都属于将军府。江若离，自从你让我签那文书之后，就变了好多。你到底在筹谋什么？算了，不过是一个温泉，惹怒他反悔贺礼，得不偿失。好，我让。他的神色好奇怪，好像马上就不属于将军府一般。若离，将军，顾姑娘说伤口疼，一直在找您呢。
小姐，这可是正气的宅子，我们真的要让给他们吗？反正我就要走了，一座院子，让了又何妨？您为将军付出那么多，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好，恭喜恭喜！这真是郎才女貌，哎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真是天作之合啊！恭喜恭喜！姐姐，我们一起出去放烟花。正好今日我要搬进正妻主院，长策说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才是。姐姐，别那么煞风景了，快陪我去吧。我要休息了，出去。若琳，别怕。秋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长策，救我！将军，我是控制不住了。救我！长策！将军，房子快塌了，您快出来！我长策！小姐，您为将军付出那么多，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若琳，同我。即便有些许的感情，也在一次次的失误中消耗。长策，我真的好难受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大夫？可若琳她……长策，已经有那么多人来救姐姐了，说不定她已经得救了。若琳，若琳！来了！救我呀！这边，同志们，来人！救命啊！长策，我被烟熏的难受。清河，清河！若琳是府上主母，下人们一定会拼尽全力救她出来的。清河有旧伤，还是先送她去看大夫要紧。我是这么凶猛，将军都不管夫人了，我们还这么卖命干什么？谁都能看出来将军喜欢清河姑娘，有她为我们做主，将军不会怪我们的。都散了吧。散了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在江湖上模样，耳目苍苍，那年那月，转身回头。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活着，和霍长策和离。生死一往，凡尘一场，入我梦。时光烽火年少，铁马金戈，再别期，今朝乱世萧萧，爱恨寥寥，誓言一生荣光。小姐，快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救夫人！府里的那些混账东西，不仅把您扔在火海里不管不顾，连大夫他们都不请，都怪将军他。好了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要不是你背我去医馆，我可能就死在这座宅院里。清河，清河！小姐，小姐，若琳，真是太好了，清河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没事。是啊，我没事。你们很失望。若琳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你也要理解我。清河他向来体弱，
我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样吧，我让清河把主院给你让出来，这主院还是你来住。霍长策，我不需要。若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的一切，我已经全部都不需要。为什么我感觉我即将永远的失去呢？圣旨到！将军，清河姑娘昏迷之中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呢。若离，你先帮我接旨，我现在去看看清河，马上回来。霍长策，这道旨意你该听听。清河现在需要我，这圣旨你先帮我接。我替你接，你可想清楚，不要反悔。江若离，你是我的妻，将军府的当家主母，现在我给你这个资格，走吧。霍长策，你错过了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，真好，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逃出泥潭，重获新生。臣妇接旨。传皇后娘娘懿旨，兹闻大将军霍长策与尚书之女江若离缘尽情绝，恩义两亏，特准和离，各还本宗。钦此。臣女江若离接旨。和离？这霍将军竟与江若离和离了？和离了？听说江小姐救过皇后娘娘，这是娘娘给她的恩典呀。早该和离了。霍将军眼里只有那个清河姑娘。真好，这场本就不属于我的婚姻，终于盼来了解脱之日。小姐，太好了！把我在将军府的所有东西都收拾好，一点痕迹都不要留下。我们回家。是。霍长策，从此你我山高水长，再不相逢。若离，我回来了。若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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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！将军，夫人呢？她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夫人一早带着东西离开了。离开？她去哪儿了？奴才不知道。不过一点小事，她竟然这么轻易地离开。将军，清河姑娘又犯备马，去尚书府。小婿见过岳父大人。岳父大人，这是岳父，皇后的旨意已下，你我两家再无瓜葛。我今天是来退聘礼的。旨意？什么旨意？皇后娘娘赐的和离书，上面有你盖的印章，现在已然生效。若离，你先帮我接旨，我现在去看看清河，马上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3年来，你对若离怎样，京中谁人不知？现在装什么深情？江若离呢？我要去见他。
老爷，真的让他去找小姐呀？迟到的深情比草贱，他去了也是找不回来。江若离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凭什么？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！哼！江若琳呢？让他来见我。我家小姐已经和将军和离了，没有义务来见你。你，这是若离送给本将军的东西，你竟敢把它烧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是我家小姐烧的，我家小姐说了要去晦气，我还纳闷呢，既是我家小姐给将军的东西，为何不在将军手里，反而被小姐带回来给烧了？将军，夏日蚊虫多，这是我绣的。将军，快陪我来抓蝴蝶。来了。天下只得为你画满城，冠名炮轰，只画仗剑就苍生。自我体将军，这是我熬了3天整理出来的药方。烽火不闻终是幸福有一人。把这药喝了，你的旧伤很快就会好了。千鹤最怕打雷，我要去陪他。可是您的伤……若离，这次等你回来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愿前尘尽断，与旧人再无纠缠。小姐，你看，是他。什么人竟敢偷摘靖南王世子的花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江小姐。见过世子，世子明鉴。若离没有偷采世子的花，只是我丈夫身患旧疾，需要桃花露做药引来治病。我倒是忘了，你现在是霍将军夫人，可惜了。世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看你采露不采花，想必也是个爱花之人吧。我刚好采了一瓶桃花露，准备酿酒，看你有大用处，送给你吧。世子大恩，若离没齿难忘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红袖，救人！红袖，去煎药。小姐，这套针法极耗心神，您也休息会儿吧。救人救到底，总不能半途而废吧。
太好了，你总算醒了，那我也可以回家了。哎，霍夫人，为何要救我？这世间早就没有霍夫人了，救你是为了报答当日的赠药之恩。原来江小姐还记得。救命之恩，当以此报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比起性命，这算不了什么。若离，江若离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找了你10多天了，你为什么不肯出来？出来！霍将军，寺中佛前严禁高声喧哗。江若离呢？你有没有见过他？江施主确实来过，就在这里许下夙愿。许愿？他许了什么愿？江施主说，不愿再与旧人有牵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霍将军，你与江施主缘分已尽。他说从此与君长绝，愿将军与心上人白头偕老。他不会，他绝对不会离开我的，不可能！若离，如果我和你道歉的话，你会原谅我，他那么爱你，一定会。霍将军，你已经在这儿跪了数日，日头毒，您还是回吧。叫江若离来见我。这我们家小姐跟您和离了，她不愿意见您。我劝您呐，还是回吧，回吧。哎呀，江若离，你就真的这么狠心？小姐，这……你去告诉管家，让他将人好好的送回去。是。若离，若离，若离！小姐，京南王府让人送来的请帖，邀请您参加明日的诗会。应该是搞错了，上次寿宴我得罪了王爷，如今连靖南王府都进不了。上次的事世子查清楚了，现在王爷也知道了，送狐皮的是顾清河，不是您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请柬是世子亲自派人送给您的，绝对错不了。路已备妥，恭候佳人。我与他不过数面之缘，没想到在所有人都冤枉我的时候，只有他相信我，还替我证明了清白。桃花间，难为世子有心了，连霍将军都不知道，小姐您最爱桃花。霍将军对清河姑娘真是宠爱，竟对世子百般低头，只为替她求来桃花簪。大家都以为是送给正妻的，谁想到竟然戴在清河姑娘的头上。江若离就是京都最大的笑话，说不准过几日就直接被休了。小姐，世子的人还等着回话呢。告诉来人，多谢世子。如今若离没什么才华，参加不了什么诗会，只想在院子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好。
江小姐连和离的勇气都有，难道还怕走出闺阁面对世人吗？江小姐连和离的勇气都有，难道还怕走出闺阁面对世人吗？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逃出泥潭，重获新生了。怕吗？或许霍将军夫人是怕的，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了。去告诉世子，明日江若离必到。是。这个萧世子果然不是泛泛之辈。王公子弃妇还敢来呢？听说他以前在将军府就很不讨喜，霍将军一点也不喜欢他。霍将军有了清河姑娘，哪还会看他一眼？就是呀，他怎么还好意思来呢？可不是你。何人在此胡言？女儿不孝，让父亲蒙羞了。乖女儿，你受苦了呀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夸个花盆，去晦气吧。小姐，这您在将军府的东西全都带回来了，还包括这些。火不够大。小姐，您已经熬了3天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总算把这本兵书批注完了，送给夫君，他肯定喜欢。几回风沙千万样，现世人红妆，只争天地穹苍。小姐，明日再绣吧。夏日蚊虫多，早点做好，就能早点给夫君带上。其实你这光也很长，炙热的守望，冰冷如花风霜。治疗夫君的旧伤，还差这最后一味药引。桃花路难采，我可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且请让我肆意生长，抽地的力量，摇撼心中信仰。看那一抹残阳，世界相望。将军对清河姑娘真好，竟然亲自来给她抓药。这药是给若离抓的，她最近呢，受委屈了。哎呀，这个将军啊，和离了。哎呦，你去看看。是。怎么这样？这个发簪若离一定欢喜，这次是有点委屈他，也好送他做个补偿吧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他们说夫人要与您和离啊！什么？见过世子殿下，见过世子殿下，见过世子，见过世子。江小姐是本世子请来的贵宾，你们如此讥讽于她，是要与我靖南王府为敌吗？世子饶命！今日诗会以雪梅为主题，择出今年京城的才学翘楚，彩头就是状元墨。这状元墨是我等文人一生的追求啊！手这么阔绰。入座吧。诗会开始。霍长策恐怕还不知道他弄丢了一个怎样的宝贝。以前我以为霍长策是京都最俊美的男子，可如今瞧着萧世子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度，都不输他。雪破冰魂未肯消，东风何必赠琼瑶。宁随美影埋幽涧，不向朱门
折婉条。妙啊！好一个不向朱门折婉条。我宣布，今日诗会的魁首江若离小姐。我宣布，今日诗会的魁首江若离小姐。许久不作诗，略有生疏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江小姐，你谦虚了。这京城谁人不知，京城贵女之首江若离，诗才绝冠，这诗册千金难求。物归原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3年前，在上元诗会上，这墨本该是姑娘的。霍夫人诗艺绝佳，令我等叹服。这次状元墨非你莫属了。霍夫人才貌双绝，霍将军真是好福气啊！这首诗绛气太重，还不如我家清和的。霍夫人的诗规整和律，这首诗却余韵悠长。不错不错，这2首诗不相上下，各有风采。我宣布，清和便是此次上元诗会的魁首。姐姐，这个虽然是你的渴求之物，但毕竟我技高一筹，所以就多多承让了。你这首诗是我的旧作，你抄袭。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。清和是最真诚、最温柔的人。你不信我？你如此说话，要有何证据？世子这样说，可是有什么证据？你的诗集我都背过。江若离，为什么不肯讲呢？为什么？长策，长策，你怎么喝那么多？怎么是你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那谁？你在骗我！你分明就是在想那个女人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。自从她离开以后，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当年我为你挡的这一剑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但是事情一码归一码。好，那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。我要你娶我为正妻。寿宴的事败露了，靖南王要来追责，只有你娶我为正妻，我才能免于责罚。不行！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过要娶我的吗？对不起，正妻之位只能是若离的。长策，你连我的安危都不顾了吗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江若离做的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被人养的欺负，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？够了！你看看，
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是因为你？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你眼里有别人，我才会嫉妒的。长策，你是不是爱上江若离了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江若离已经和离了，为什么还要霸占长策的心？小姐才华横溢，有状元风姿，这墨最终还是回到小姐手里了。将军，我母亲抚育我，自小苦学多年，她希望我不费才学赢得状元墨。如今她病重，你母亲更希望你嫁进来过得幸福。才学，这在我府上是最没用的东西。3年不幸的婚姻，混乱、蹉跎，即使才华横溢，又有什么用？丢了。江小姐，请留步。这雨下大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必劳烦世子殿下。江小姐，不要误会，我听闻你精通兵法，边境布防图正在绘制中，我想请你指点一二。若离不过是个久居后宅的深闺妇人，世子为何让我看这个？因为我相信江小姐有这个才华。才华开路，金墨润笔，丢掉的话，可惜了。将军，据探子来报，夫人近几日与靖南王世子来往颇为密切，今晚又是世子护送夫人回家了。备马。将军要去哪儿？这么大的雨，不如等雨停了再去。去尚书府。撤！江若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见到你。撤！我若从此处突袭，江小姐该如何应对？正面牵制，绕后断粮。妙计。江小姐聪慧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多谢世子。江小姐情止和离，可曾想过以后？世子刚刚在马车上说什么？若离没有听清楚。世子，我说，你值得这世上最美好的一切。怎么了？是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妥吗？这是3年来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。谢谢世子。江若离，往后余生，你一定会幸福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。若离，那封和离书我并不知情，你跟我回家好吗？回家？霍将军怕不是忘了，1个月前，
是你亲手写的和离书。不，那是你骗我的，这不算。若琳，你跟我回家好吗？霍将军，你我之间就同这玉镯，破镜难圆。若琳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不懂。什么？霍将军对顾清河的真心，京中无人不知。我嫁给你的这3年，为此受尽了多少欺辱，霍将军心里也清楚。如今我已经请旨和离，霍将军为何还要这般苦苦纠缠？江若琳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太晚了，霍长策，如今我不爱你。我不行，江若琳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不信你说能割舍就能割舍。若琳，若琳，若琳，你看看我，若琳，你看看我，你别走，若琳，若琳，若琳。霍将军这是郁结攻心，所以才会昏睡多日。唉，你就这么爱他，爱到连命都不要了？若琳，若琳，闭嘴！你闭嘴！霍长策，只要有文在，你就不允许惦记他一分一毫。明日你去叫人来，把江若离的院子给我拆了，免得将军成日睹物思人，萎靡不振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出了事情我担着。是。长策，你只能爱我一个。来人！啊，将军，您可算醒了。外面这么吵，在做什么？清河姑娘说，要把夫人的院子给拆了，连夫人为了给您治病种的药田，也要给拆了。什么？快，拔干净点，快！住手！是你干的。长策，你想谁准你动他院子的？长策，我不过就是不想让你难过罢了。自从他离开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开心过。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任何有关于他的东西难过而已。那是我的事儿。你们立刻让他的院子恢复原样。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！别在这里。这。你当初在众多闺女中求娶江若离，你不仅仅只是想留任在京都吧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他？清河，我会把若离给带回来，敬他，爱他，你也要对他这个当家主母恭顺、尊敬。长策，
小姐，世子邀您来赏花，怎么不见他人啊？世子琴艺高超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江小姐过奖了，这首《凤求凰》是我近日才习得的，还不是很熟，但是还是想弹给你听。世子邀我赏花听琴，臣女唯有以茶敬之。早就听闻江小姐精通茶艺，看来今日我确实是有福了。世子身份尊贵，自然是有福之人，不像臣女命运坎坷，空负流年。江小姐，你可知这杯雪芽的来历？此茶生于悬崖峭壁之上，比其他茶经历了更多的风雨。表面上柔弱清丽，实则坚韧醇厚，就像有些人一样。前几日收拾书房，偶得此物，江小姐应该很感兴趣。竟然是失传已久的玄机兵法残卷，这也太贵重了。宝剑赠英雄，只有如此珍贵的兵法，才配得上江小姐的将才啊！多谢世子。不妨打开看看。世子，王爷叫你马上过去。等我回来。偶然见青桃林过，罗裙沾花更婀娜。敢问良人可有意？共赏来年春色多。小姐，世子有意于您。痴心妄想！痴心妄想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若离，你就放心跟我回去吧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委屈你了。所以霍将军以为我嫁进将军府的这些年，是谁让我受委屈？清河他是有一些不对。只有顾清河吗？我是偏袒了清河一些，但也因为他救过我的命。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霍将军，我不管你以前爱谁，还是现在爱谁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既如此说，是因为靖南王府世子萧景恒。你我之间的事，何故牵扯别人？哼，什么伤心委屈？我看你是嫌弃我将军府的庙太小，而是攀附他那靖南王府吗？说，是你勾引的他，还是他诱惑的你？还是说，你们早就勾搭成奸了？你疯了！我说错了吗？你腰上的玉佩，难道不是他的传家之物？他要是对你没有一丝妄想，他又怎么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你？这玉佩竟然如此宝贵，那他……若离，萧世子只是一时兴起，他可是皇天贵胄，他怎么真会娶你这样成过婚又和离的弃妇？弃妇？世人皆可嘲讽，成亲和离，唯独你霍长策不行。若离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向来待人以诚，也希望他人报之以真。霍将军昨日还说此生唯爱顾清河，今日却将他抛弃，如此朝秦暮楚、手鼠两端的人，又怎会是我江若离的选择？你把我说的如此不堪，那你又怎知萧世子和我不一样？就不怕重蹈覆辙吗？且说我与世子没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世子品行高洁，
也是与你不同的。我怎么听说靖南王急着叫萧世子离开，是要给他和安国公家的嫡女定亲呢？江若离，你口中品行圣洁的萧世子，要与别人成婚了？哼！郡主，您已经在霍长策身边潜伏3年了，要是再拿不到军机情报，怕是要被王上问责。情报先不急，告诉我，霍长策去哪儿了？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他了。霍长策他去桃林找江若离了。江若离，我要他死！我要他死！是郡主。小姐，我们真的不等一下萧世子和他告别吗？他已经帮我们足够多了，还是不要再麻烦他了。小姐，小心有刺客！世子，别怕，躲到我身后。快！父王要给我定亲，我赶去拒绝他，回来发现你没拿这个。世子，世子，萧景恒，你醒醒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江小姐，世子的伤势已经控制住了，只要能熬过今晚，应该就没事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已习惯了被忽视、被牺牲，从没想过会有人能够舍命为我挡箭。萧景恒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若离，世子，我在。若离，小心！江若离，你小心！江若离，你值得一切美好与珍重。小姐，药加好了。小姐，药加好了。我来。小姐，您对世子……世子待我有恩，待他伤好后，我们就回家。世子，您当众拒绝和安国公府的联姻，让王爷很生气。我自己的婚事，不劳旁人费心。世子，可江小姐再好，她也不过是一个和离的女子，你又何苦？滚！是。原来是这样，江若离有自知之明。怎么不躺着？伤口会裂开的。躺着闷得慌。不苦吗？
嘴上的苦不值得听。手弹一局如何？你今日这棋下得如此起伏啊，怎么，有心事啊？是若离棋艺不精，让世子看笑话了。教我景衡就好了，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拘谨。世子救命大恩，若离无以为报，不敢逾矩。罢了，我不逼你。多谢你这几日一直照顾我，我也该备一份厚礼，去尚书府答谢一番。世子，若离，你不必有负担。对于我而言，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都比不过一人。郡主，王上命你找机会，给霍长策种下这瓶傀儡谷，控制他获得军机情报。郡主，只要霍长策中了这蛊，以后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都会乖乖的听您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是真心喜欢他，我要的是他的心甘情愿。哎，可是这霍长策，他一颗心都在江若离身上啊！还请郡主以北狄大业为重。霍长策，如果不是你对江若离那个贱人念念不忘，我也不会如此，都是你逼我的。清河，这里是书房重地，你来干什么？长策，这是我亲手熬的羹汤，想给你尝尝。以后这种事交给下人做就行。书房军机情报重地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是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夫人在回府的路上遇刺了。什么？他怎么样？夫人险些丧命，幸好萧世子及时赶到，救了夫人。属下现已查清幕后指使之人。是谁？是清河姑娘。你曾说你是北京的孤女，你怎么会有本事派杀手行凶？你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北狄。你是北狄人，这些年我竟然为了你这个北狄贱人，冷落了若离这么多年。即便我是北狄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真的爱你。可是那个江若离，他是一点都不爱你。闭嘴！放开我！若不是你，我和若离会走到这一步吗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怎么了，将军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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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，你竟敢对我下毒！北狄狗，要你命！长策，
我那么爱你，我为了你置母族大业于不顾。要不是你为了江若离弃我如婢女，我又怎会如此？你还想要接他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明日一早，萧世子就要带着厚礼去尚书府提亲了。明日，他就要嫁给别人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霍长策，你要记住，是你先动的手。跪下！凭什么你给那个贱人跪得，给我跪不得？跪下！郡主，将军，大夫，将军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傀儡蛊毒性霸道，还好将军中毒不深。虽然现在余毒已清，但还需好好静养几日，才能恢复，切不可过度劳累。将军，顾清河和他的人都已经被关押在地牢了。将军，你就听大夫的话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顾清河的事，全权交给你处理，你务必给我查清他的底细。现在，我要去找若离。将军，外面都说萧世子已经去江府提亲了，你就放下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您的身子啊！江若离是我的妻，你让我怎么能够放下？顾清河已经被我处理了，我们之间的障碍没了，他一定会跟我回来。让开！将军，将军！若离，若离，若离，霍将军，若离，我有些话想单独与你说。我先进去拜访江伯父，在里面等你。好。霍将军，你找我有何贵干？若离，我查清你被刺杀的原因了，是清河，他刺杀的事情我们已经报官了，官府自会解决。霍将军不必跟我说这些。若离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但是顾清河现在这个阻碍没了，我们解除误会，好不好？霍长策，如果没有那一纸婚书，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嫁给你，所以我跟你之间跟有没有顾清河没有任何关系。若离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我的事情与霍将军没有关系。将军，刚查出消息，这些年顾清河传回北狄消息无数，那些军事机密都是从您这里泄露的。萧世子已经派人探查此事，恐怕用不了多久都会查到您头上。怎么办啊，将军？这要是被萧世子揭发了，您可就从大将军变成卖国贼了，那可是死罪啊！萧敬恒，你和我之间先有夺妻之恨，现在
又有生死之者。既如此，那我就把这盆脏水扣你自家门里。混账！这靖南王府世代忠良，如今竟出如此反贼。霍将军，你对此事有何看法？回陛下，臣以为让外续些安内，只有解决掉萧景恒，才能有效化解北境危机。好，传朕旨意，靖南王府即日起不得出府，萧景恒押送大理寺候审，此案全由霍将军处理。陛下，可是有什么顾虑，霍将军？若离他得了皇后娘娘的旨意，正在与臣闹和离，家宅不安，臣恐难以胜任此等要事。此事我确实略有耳闻，都说宁拆10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皇后好久没处理事务，把这件事情都忘了。你和江氏的婚是朕赐的，皇后的懿旨盖不过朕的圣旨。你们夫妻间的和离不作数，以此令牌为证。谢陛下。臣定当竭尽全力调查萧景恒通敌叛国一案。哈哈，请。世子慢走啊。江伯父不必客气，以后叫我景恒就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景恒以后常来我尚书府，常来做客呀！啊，一定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岳父恕罪，小婿是奉圣上之命前来捉拿叛贼萧景恒的。靖南王府世代忠良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霍长策，你说世子是反贼，可有证据？等我把人带回去严加审讯，就什么证据都有了。若离，京中有细作给北狄通报军机情报这件事，我暗中调查很久，一直没有实证。这次说不定可以将计就计。可是你的伤……你不用担心我，照顾好自己。等我回来。霍将军，我可以跟你回去接受调查，不过希望你不要后悔。若离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无论我说了什么，都是为了你。我只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看来你现在气还没消，等我忙完，再回来接你。怎么会是这样？父亲如此说，可是有什么发现吗？兵部曾截取过北狄传来的几封密信，都猜是京中有细作。调查几日，竟然毫无结果。没想到今日这……那密信在何处啊？还在兵部。孩子，此事牵涉重大，你万不可贸然插手啊！父亲，世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女儿怎能忍心看世子蒙冤受苦呢？可霍长策他……父亲放心，女儿自有分寸。这个图案好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是他。霍长策，冤死你！
策，这个贱人已经起了疑心，他不能留。还不需要你这个北狄细作教我，我留你一条命，你应该珍惜。珍惜？如果你不是为了诬陷萧景恒，你会给我留下一条命？滚！你对他如此好，他也不会记得你的好，你小心作茧自缚。若离，你不会的，对吧？江若离，别装了，我早就知道你想。霍长策，你为什么要帮北狄？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果然还是去调查了？你怎么可以为了他，连自己命都不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现在满城都在传你和萧景恒的风流韵事，非但不避嫌，你还冒险去取这些密信。难道你就不怕圣上疑心你们上书府是叛贼同党吗？世子不是叛贼，他是被你陷害的。我冤枉他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霍长策，你是一国将领，你非但不护卫家国，竟然为了新欢残害忠良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觉得我做这些是为了保护顾清河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江若离，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以前顾清河做错事，你让我背锅，现在你做错事，你还要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霍长策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耻！罢了，即便你不信，也待在我身边。霍长策，你这是囚禁！你放我出去！即便用这种强硬的手段，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既然顾清河是北狄的细作，那这府上应该还会有其他的证据。你在门外守着，任何人不得踏进书房一步。是。霍长策，大业在此，你就这么放任江若离在府上随意走动，你就真的不怕他跑了？霍长策，你不用装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虽然你烧毁了密信，但如果让江若离找到你用军事机密和我们北狄做交易的密信，你就完了。将军府外围被重兵把守，若离他是逃不掉的。别忘了，柴房还有一个密道。我相信江若离他还会爱我的。你笑什么？说真是如此，你又怎会将那萧世子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呢？谁在那儿？哎，若离，你出来吧，我知道是。追！
求江小姐救救我家世子吧！怎么回事？我得到消息，霍长策给我家世子定了通敌叛国的罪名，明日午时就要斩首示众了。什么？我听说皇后娘娘今日在此办宴，所以我想去。唐真呢？快追！我去引开他们。你拿着这块令牌去尚书府找我爹，让他带你进宫，亲自把这封信交到陛下手中，就可以证明世子清白。是。江若离，你是逃不掉的。霍长策，你通敌叛国，残害忠良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够？江若离，你明明是我的妻，你为什么会帮萧景恒说话？何人在此大声喧哗？见过皇后娘娘，打扰皇后娘娘设宴是臣的罪过，臣这就带夫人回家。霍长策，我们早就和离了。你亲手签的字，亲口说的不后悔，你忘了？不错，霍将军，你二人的和离书是本宫当初亲自颁发的。自此以后，你二人不该再有纠缠。我霍长策和江若离是当今圣上赐婚，皇后娘娘的和离旨意，做不得数。霍长策，你放肆！来人！霍长策藐视皇家威仪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陛下口谕，皇后娘娘的和离旨意，不作数，以此金牌为证。既然嫁为人妻，便以夫为纲。江若离，我是你的夫，亦是你的天。我不提和离，你也不该提。天，只有施压，没有庇护的天，我撕破了又如何？好，我不和离。还请娘娘作证，江若离今日要休夫。我江若离于归霍氏门庭3载，然夫霍长策偏听偏信，宠妾灭妻，自负才高凌貌，纵淫威，以辱糟糠，更通敌卖国，残害忠良。故若离今日愤而休夫，自此断拆分晋，恩义两绝。江小姐，你刚刚所说的通敌卖国、残害忠良，可是真的？你刚刚所说的通敌卖国、残害忠良，可是真的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江小姐，谁敢过来？你，江若离，你以休夫的方式羞辱我，我不怪你，我会带着你一起离开京都。霍长策，放弃吧，你逃不掉。不会的，北狄的大军已经在城外等着接应我们了。霍长策，你真的以为区区北狄蝼蚁就能围困住京城吗？长策，救我！哼，霍长策，这就是你的忠心？你们别过来！长策，你怎么来了？若离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陛下，这一切都是萧景恒所设的圈套，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这封和北狄做交易的信，也是萧爱卿冤枉你的吗？哼！是你！来人，把这叛贼霍长策拿下！是。不要！江若离，
你是我的妻，无论黄泉碧落，你都只能和我在一起。若离不是你妻，是你亲手放走了她。对不起。陛下，北狄派人来求和了。好，把他带上。北狄郡主也是咱们谈判的筹码。江若离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小爱卿，这次辛苦你了。等伤好之后，朕必有封赏。江小姐，也赏。谢陛下。世子，你没事吧？世子，你没事吧？若离，今日多亏了你，是我应该的。世子又救了我一命，我欠世子的，怕是再也还不完了。那不如你陪我一辈子可好？若离，你看着我，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心的，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你把我说的如此不堪，那你又怎知萧世子和我不一样？你就不怕重蹈覆辙吗？若离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霍长策，一定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给我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怎会知道我心中所想？念你所念，自然会是想你所想。我值得吗？别人说你不值得，你也说自己不值得，可我不这么认为，我只在乎我们的未来。世子，叫我景恒。景恒。江山长街，弹指落花中成眠，无悔此生尽欢颜。